taking over now. Tough it out, that's what I'm on about.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新的围墙，解锁一道光。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绑在我前方。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，是令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。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，握在我手上。季教授，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拔点葱。我给您带了1瓶酒，还有2本书。哎呦，你们愿意陪我这老头子吃饭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客气，下次不敢请你来了。您不是说放在这儿的书，迟早都会被赫顿借走吗？你这招曲线救国不错啊。上次啊，没来得及好好露几手，这次啊，你一定要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没看着赫顿，今天电台也没事儿，不是您给他派了什么任务吧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哪敢再麻烦他呀？就当他是没口福吧。哎，我学生给我送了一批大闸蟹满黄，再配上我的亲手种的香葱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持家生香。1本书换1顿饭，划算。以后我天天来蹭饭。就这么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借个厕所。好，就在最里头，你顺便把书放书架上就行。行。大闸蟹一好，马上就开饭了。得嘞。上班怎么有空回来啊？嗯？怎么啦？出什么事啦？啊？不舒服了？妈，你先坐下。坐。我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。你不舒服啊？不是我，是你。我想带你去做个体检。你这都从哪翻出来的？你说过日子吗？谁家没有准备些头疼脑热的药？这数据上写着，这药是你昨天买的。是的。我这2天啊睡不好觉，我就吃了点药缓解缓解。这不是2天的量，你买了半年的量。没事妈，我们去医院做个体检，看看医生怎么说。如果我们要是有什么病的话，我们就赶紧治啊。不用去医院，这事儿没得商量，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，咱们必须去医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。我跟你说吧，东东，你呀就是不盼着妈妈好。我这2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就是有一点头疼脑热，吃了点药。再说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，你问问哪个人没有毛病？要什么去医院检查呀？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值得你依靠啊？你生病半年了。你难受，你头晕，你一次都没有跟我说过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病，所以就剥夺了我做女儿的权利？我在想，如果俊俊在的话，你是不是肯定会跟他说？你肯定会依靠他。
能这么想啊！真的，妈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妈妈就是觉得你的工作太不一样了，每天那么多人去跟你诉苦，吃了好多好多的苦水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不觉得辛苦啊。妈，无论怎么样，你必须要跟我去医院，这回你必须要听我的，没得商量。我们现在就去，走。我不去，去，我不去。我怕。我害怕，我不想让医院来宣判我。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。我们不去医院了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不去了。我只是很怕失去你。对不起，妈妈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去了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外面太晒了，你在里头歇着吧。我不喜欢这个医院，这里的人太多了。妈，今天医院的人还算少的呢。这里好多病人哎。怎么样了？妈，你看，谁来了？阿姨。哦，小钱，怎么样，阿姨？很难受吗？倒是不难受，就是做那个核磁共振，哎呦，好害怕呀。没事，别害怕。妈，正好钱开义来了，让他陪一会儿你，我去看看片子出没出来，好不好？我很快就回来，放心吧。天花，钱开义，你陪一下我妈啊。放心吧。马上回来啊，妈。没事，阿姨，我陪你啊。知道。你是从哪里来啊？哦，我从台里过来的，今天下班早。哦，这真是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阿姨。小钱，你是不是陪顿顿去？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哦，行，那我去看看何顿。哎，那我们很快回来啊。哎，别乱走啊。不乱走。好的，阿姨。好的。
我不走，我坐在这里的，我坐在这。主菜来啦！来尝尝我这酒。哎。 没想到你也是个会吃之人啊！这大闸蟹就得配黄酒。跟你来说谈不上会吃，我就是一个人生活久了。听赫顿说啊，你早2年在国外研究精神医学。研究谈不上，就是学习而已。不像您对心理学的研究这么深，我即便在国外，也早有耳闻。我老了，经不起这么夸。来，再来口。 我回来之后拜读过您的一些论文，原来从心理学和神经学科2个角度看到同一个问题，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不同的学科知识重合度再高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据我所知，认知功能障碍康复学更偏向于神经学科。您对这本书这么感兴趣，是您身边有人有这种症状吗？我连咨询都很久不做了，还认识什么人呢？ 就是随便翻翻，年纪大了，轻快轻快，没有什么诉求。不聊这个，吃大闸蟹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总想从书里找到方法论。刚才你一说，我马上就想到了我年轻的样子，很务实，什么事儿呢都得 想寻找一个答案。其实现在想想，很多事啊，都强求不来。那是什么让你改变了？也谈不上改变。就是如果事事都有答案的话，指引我去选择另外一种人生就会更好吗？我觉得也不尽然。只不过有时候坐在这里回望呢，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。 那您觉得您失去过什么？失去了年轻的时候吃更多美食机会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胆固醇这么高，还吃不停。看来比起上下九所，您更愿意享受生活。你这孩子呀，倒挺懂逗的。 通透倒是谈不上，我是看您对赫顿很是照顾，所以这次过来，就是取经。上次都看出来了，照顾谈不上，就是人多在一起吃饭热闹。您是把赫顿当成自己的女儿了？怎么说呢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现在认识你了。 以后这里啊会更加热闹的。年轻人，不要因为事业啊，我在个人层面上荒废了。赫顿是我的好学生，也是个好姑娘。你要好好加油。对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小朋友没事。小可乐，走，妈妈带你买可乐去。肇事病人驾驶在哪里？这儿呢。病人晕倒，送去抢救了。
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想安定下来，好好跟你在一起。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、你最喜欢的婚礼。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位呢，她是我的。你好，我叫童瑶，王中仪的老婆。唐丽丽啊，你是真没出息，就给了你这么点甜头，你就魂不守舍，你这么缺爱。他到底有什么好的让你这么难受？你喜欢他什么？那您失去过什么呢？可丹，买了点吃的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那一会儿饿了吃的。嗯，吃东西不行，一直睡着呢。这阿叶真行，瞒到现在也不说。都怪我没有太早的关心他。如果早关心他的话，他也不会瞒我这么久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何端，我知道你现在很自责，但还不是难过的时候。你可千万不能垮，你要是垮了，谁给阿姨信心啊？是不是？这当务之急，先看看是什么病。我知道。请问哪位是赵一冰？是，您跟我说就行了。从检查结果来看啊，赵女士颅内没有发现肿瘤或损伤的迹象，一切正常。真的？哎，我的妈呀！妈，你什么时候醒的呀？你，我真的没有任何毛病。真的。谢谢医生。造成晕倒的原因有很多种，你妈妈她这个晕倒不一定是脑部的问题，有可能是平时压力过大或者是精神紧张造成的。你们回去给她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你们真想住啊，我们也没办法收留的。明白。行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医生。啊，谢谢医生。墩墩，谢谢啊。我们可以出院了。
哎呦，没事儿，走了走了啊。吴医生，哎，季博士啊，来探病啊？啊，瞧你这脸色，是不是又找不着他了？您看到他了吗？下午查房的时候还在呢。你别急啊，我派人帮你找找他。不用不用，他每次都这样，我自己找找吧。行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谢谢。哎。烫不烫？还可以。东东，你这都放的什么这么多啊？什么石决明啊，党参、当归、知可，哎呀，记不清了，10多种。三生、知止咳，职业病又犯了是吧？在我刚刚突然想到我高中时候的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最讨厌上哪个课？语文课。我一猜就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您是语文老师啊，我到别的课吧，我犯困我可能还能偷个懒，啊，一上你的课，我害怕呀，我根本不敢睡觉。你还想着睡觉啊？对啊。哟，你这么优秀的学生，你睡什么觉啊？优秀的学生也会犯困啊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年期中考试吧，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道消息，非说什么考试要考那3篇文言文，让我们在1天之内把那3篇全背下来。后来我们班同学怂恿我，让我去跟你求情，记得吗？太记得了，哎呦，你们倒真的是无所谓，关键是哎，2班有一个男孩子啊，哎呦说我偏心啊，非要让我也给他们剪掉1篇。哎呦，这个小孩子我印象很深啊，这个嘴巴很能说很能说的，就是脑子很灵光，我都说不过他。谁啊？我给他带过2次课，不记得他叫什么呀？就是个子很高，和另外一个个子高的男孩子，他们俩不好好念书，整天去搞什么课外活动啊，一个是打篮球，另一个是好什么搞什么广播。钱开义，是不是叫钱开义？2班只有钱开义一个人在广播站。哦，好像是他。他高中时候胆子这么肥，敢顶撞你啊？他可不是顶撞我，他就是缠着我，非要给他们也减少1篇。没办法，给他减了1篇。哎呦，我第一次见他，我就觉得这个家伙眼熟，难怪啊，他是我的学生啊。哎呦，真有意思。疼吗？顿顿，我也跟你说一件事情吧。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我每次叫你俊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都特别的难受？谢谢俊俊。俊俊，你怎么穿着裙子啊？好漂亮啊！俊俊，
你知道我都是故意的吗？我以前觉得我大概快要死了，我不想让我死了以后留给你的都是美好的回忆。我想让你恨我，最好是你觉得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，然后你就不会想我。你原来都是故意的。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让你使劲的恨我，这样我走了以后，你就不孤单了。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愚蠢的妈妈，我都不知道，其实那样做更加伤害你，对吗？就是想害你知道我对你是双重的爱，就是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钱可以排在楼下等你吗？快去吧，快点，快点！妈妈现在很好，很好。我不去了，你们随便填，我来买单。哎，何端，阿姨怎么样？没事了，就是累了，睡了一觉。虚惊一场，不过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可以解开阿姨的心结跟疑虑，也是件好事。我还有一件开心的事告诉你。什么呀？咱们上一期的 Say No 啊，收听率第一，全台跟同一时间段都是第一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们做到了。何端，谢谢。谢我干什么呀？新飞夜话有你在，我特别开心。别客气，新飞夜话也是我的节目，我也很开心。那我送你回去。嗯。家辉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了？我在等你。等我？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谢谢你送我回来，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。路上小心，慢走不送。长话短说啊，贺顿今天挺累的了，早点休息。明天见啊。你今天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吧。你背后藏的是什么？被发现了。发现隐藏的真相是我的专业。这是我为你做的，泰勒斯福尔斯的八音盒。谢谢。我在做这只八音盒的时候，无数次的在想，我把它送给你的时候，我该说些什么。
你看到他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会不会喜欢？即使你现在看到他笑了，我还是担心我能不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。柯顿，其实这段时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你给了我很多惊喜，我很快乐。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的。可我想的不只是朋友。佳辉，今天太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八音盒很漂亮，我们有什么以后改天再说。晚安。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。贺顿，看阳光清晰。你干嘛突然练武术啊？我可是你的搭档，大搭档，怎么能这么狠心区别对待呢？拍擦你脖子吧，都是会。如果你有一天呢，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，你就回个头，我一定在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支跟你姐妹换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。那支跟你姐妹换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都有你，都是你。佳辉，我想跟你说件事情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再说对不起，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。刚才我的心跳的都快烧起来了，被你这么一句话给浇灭了。谢谢你啊，赫顿，能够这么坦诚的告诉我，你有喜欢的人了。这回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。
我很珍惜你的这段友谊，我跟丽丽都很珍惜这段时间。我们特别感谢你，我觉得你把我们照顾得太好了，我跟丽丽都很依赖你。就像你说的，你很开心你的生活中，我们的存在，我们也很开心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可以吗？就是便宜钱开心那小子了。但其实，我也挺喜欢钱开义的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这段时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经历的事情，很温暖。明白。其实我这段时间，经常在想，我要是一直能生活在这里，跟你们住在一起该多好。我以前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感谢的话，以后再说。感谢的话以后也不用再说了，咱们是一辈子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客气什么？那你能收下朋友送你的8音盒吗？当然。友谊万岁！友谊万岁！我有一个过分的要求，能帮我一下吗？好了，晚安。晚安。这么怕的话找我来。我叫一下，转移一下注意力嘛。你这除了跌打损伤，还有哪不舒服啊？我最近总是头晕目眩的，没什么力气啊，肠胃也不好，吃不下东西。这个穴位是治什么的呀？治失恋。啊？是我问还是你自己说？我自己说，你轻一点。还不是因为那个渣男，我不知道他有老婆，他追我的时候说自己是单身的。现在想想，早就有好多蛛丝马迹，一到周末人就失联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手机屏幕永远是朝下放的，每次一谈到未来他就逃避。难怪人家说恋爱中的女孩智商为0，那么多显眼的问题都被他搪塞过去了，我还傻了吧唧替他找理由。我这个伤这个就跟他老婆打架打的。但是我赢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活该啊？分手。你这头晕目眩是脾虚气陷导致的，过度思虑，改天我再帮你针灸一下。哦。你是个好女孩。啊！你是个很好的女孩，是在被人捧在手心里疼爱，所以以后请不要再为了不值得的人伤心了。还有下次，请把用查我的智商和嗅觉用在你的另一半身上，好吗？哎，你记仇，我都跟你道过歉了。我去开门。你好。这里是幸福谈话工作室，您是？我是来找贺老师的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有。
不过我好像来早了。啊，没关系，请进。我觉得自己很脏。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阵雨，轻轻地、远远地飘出了天际，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。雨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，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，它温暖我的笑容，倾听我真实的声音，给我最温柔的回应。看见了牵你的手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。